Hello，兄弟们好，点关注不迷路，好玩具不停更。今天来和兄弟们一起开箱分享把玩一下这款来自万代 SHF 版本日常里面的版本太郎主人公啊。那么也是等了许久了啊，出货等到现在也是算是降的比较快了啊。那么基本上等待了将近1个月啊，就从因为本身发售的这个9000日元的定价啊，一路下跌到2张出头啊，经过各种的券啊，那么从2.5张用券下来，基本上就停留在一个2.2张左右啊，也是就才入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的心理价位了啊。那么也是终于能够分享完它以后啊，然后差不多可以做一期这个版本太郎的一个合集了，包括很多的一番赏精品啊，包括这个泡面鸭呀等等啊，可能到后续再等一下这个迷你系列的那个版本太郎啊，再降价啊。那么目前还是停留在一个券钱60块左右啊，还是不太划算啊。再等上一段时间啊，尽快的给兄弟们带来这个版本太郎的一个合集啊。那么今天就主要来说一下这个 SHF 啊，可以看到一个黄色和橘红色的一个外盒啊。那么这个应该是都是日版啊，可以看到啊，还是有些许的一个横面的一个合压的啊。也是玩到目前为止的话，也不太在意这种轻微的合压了啊，只要不是很夸张就行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的盒子厚度比薄盒的要稍微厚上那么一点点啊，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厚度啊。因为这个本身的人物的因为是胖子嘛，是吧？这个我们的安西教练啊，然后整一个的软胶的围裙啊，整一个整体的一个粗壮程度啊，显得这款的话是有一定的垂手感。好的，那么外盒就不多说啊，废话不多说，我们拆开来具体看一下。OK， 那么这次拆出以后啊，不是用的一个说明书印在这个盒子上啊，而是一个背板啊，橘红色的背板加一份说明书啊。那么说明书也没有说明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内容。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到所有的一个内容物啊。首先是脸上本身一共4副面雕啊，4副面雕，一副正常的平静面雕啊。这个版本太郎这个角色啊，那么这个脸型胖嘟嘟的脸型，这个尤为重要啊，要做的比较精准啊。虽然没什么细节，但是这个形状要很精准啊，才会像啊，不然就象征度就不行啊。那么看一下啊，一共这个一对本身的握拳手啊，然后一只右手的握枪手啊，持枪手啊，然后一把小手枪。这个小手枪的话，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就是塑料成型色上用了一些金属粉的一个体现啊，还是不错啊。然后一对这个应该是驾驶手啊，属于版本太郎一个代表性的功夫驾驶手啊。这个手型比很多角色都大啊，这个也是这个角色的一个比例上的一个特点啊。那么然后是开斩手啊，放松手啊，没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指甲的细节刻画啊。那么然后还有这个右手捏持圆珠笔啊，可以攻击的一个手型啊。那么其余3副面雕的话这个可以看到啊，眼睛两边有暴起青筋的一个，应该是要开干的一个表情啊。那么这个是尴尬的一个表情，腮帮子上有2滴灰色的这个汗珠体现啊。那么最后是这种一个吃瘪的或者说是这个一个战损的一个吃瘪的一个表情啊。可以看到汗珠这次用的都是一个，可能是为了还原动画啊。可以看到这次不知为什么会有一个小宋甲这个面雕的一个侧面而且是一个偏蓝色的一个层级很奇怪这款产品好像没有一个蓝色的体现，只有绿色裤子也不是一个涂砖后面用这个擦拭一下
啊，因为是塑料原色啊，所以应该是可以擦去啊，比较搞怪的一个面料啊。那么所有内容物就是这些啊，就来看到重点的本体啊。那么这一次的一个版本泰蓝啊做的，首先是这个身高和这个整体的一个维度啊，所以导致这个坠手感还是比较明显啊。我就喜欢这种一个体型啊，这种一个敦实的坠手感的一个人偶啊，日系人偶里面啊这种感觉。那么这次首先是第一个点啊，一个很软的类似软胶，然后这个正面有这个亮面滑面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软胶啊。那么软胶一直啊，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涂砖的话是比较附着力不太够的啊，会有很容易的一个蹭漆啊。然后软胶一直延续到整一个到这里的背带啊，到后面可以看到这里是这两个角是没有粘连啊，这个算是一个小槽点啊这一款。那么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到这里啊就可以，然后把两边下面这里换成下面的本身的模具上的一个涂砖啊，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或者是像这一段这种直接粘死啊，那么然后这两个就是模具上的一个涂砖啊，不是一个软胶的材质啊，这两根的涂砖涂的还是勉强可以啊。好，那么然后到这个身体的这一段有一圈这个帆船斑啊，帆船斑塑料件啊，然后可以看到胸腰一段啊，胸腰一段啊，那么胸腰从后面会有一个明显的穿斑啊，穿斑非常严重啊，但是给到的幅度的话那么就还可以，往后的话要小心蹭漆啊。然后腰腹段腰腹段这次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采用了两段都采用了一个大的穿斑啊，不过下面这段有一个帆船斑零件还可以啊。那么然后脖子段这次也给到了一段可动，所以造成这个抬头还是比较够用的，勉强够用啊。但是低头的话就没有低头一点都不能低啊。然后扎起来的小揪揪也是比较干练，那么是一体的啊，丝毫不影响把玩啊。那么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天灵盖上的一圈的合模线啊，这个还是有碍观瞻啊，就像戴了一个隐形的这个发箍一样啊。OK， 那么然后这次最值得称道的那么就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这个肩关节可以看到这个蝴蝶关节加上这个两个软胶吊带的一个遮挡那么是体现的是很不错的那么再加上一个很大空隙的球关那么造成这个肩关节的灵活性可动还是非常不错然后而且短袖还有这个大臂平转非常不错那么然后就是这次的一个踝关节踝关节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球关直接插到这里那么所以说造成它是可以平转可以平转，然后有接地然后有这个踝关节的单方向的一个可动，然后那个这次的拖鞋连带的前脚掌翻折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这次的手型插拔替换，手型的插拔也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然后最后就是这次的如果说是一个缺点的话，我这只而言的话，它的这个大左右腿不管是这个大腿平转还是膝关节，可以看到我这边是非常紧，特别是上面这段下面这段是非常好不松不紧，这里很紧，然后大臂平转很紧反观这边又稍松了一点可以看到膝也稍松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说这次不应该是左右下半身的一个关节这个调试还差点意思但是也没有太大影响可以有所提高就比较完美了这款那么可以说是这款没有明显的一个槽点喜欢版本日常这个番剧，然后喜欢版本太郎这个角色那么还是比较建议是肯定要收入那么这次的作为 SHF 它的身高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拿出龙珠大魔的两个主角那么就比他矮上很多那么如果是拿出这个比较高的 ML 的戴肯可以看到不看个头发的话其实只差那么一点点了那么所以说是这次的一个版本太郎的 SHF 体积大小身高包括体格上
我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好的，那么这期版本太郎 SHF 就介绍到这里啊。如果喜欢这个角色，很建议冲啊。好的，点关注不迷路啊，玩具不停更，下期再见。